大家好，我是博正。那前2天不是高考了嘛？那正好呢也听到一本书，就是听书嘛，叫这个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那其实这本书里边的内容呢，我听完以后呢，感触挺多的，所以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那这个书里说的这个芬兰教育这个基础的教育课时呢是非常少的，说的是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那考试呢也非常的少，那平时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测验啊那些。然后呢反观一下我们，就拿我举例哈，我的这个教育经历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课时很多，然后考试也多，那唯分数论嘛，那分数决定了一切。在《芬兰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这本书里边啊，他说了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像我们这种划分班级的概念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就是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呢，划分的它是按照那个成绩的高低来划分这个班级的。比如说你成绩好的，那就是什么火箭班、实验班哈，稍微差一点就是普通班什么的。当时我还吐槽呢，如果你再弄一个什么卫星班，那就齐活了，对吧？他没有像我们这样把学生划分各个等级啊，以班级的名称来区分啊。他们更多的其实更愿意去关注那些学习能力成绩稍微差一点的学生，他们是把这种好的能力差一点的那都放在一个班里边，一视同仁的教育啊，更多的去关注那些更多需要精力的这种学生，去关注他们的成长。其实在我看来的这种更多关注这种成绩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呢，其实是更有利于这个学生的成长的，因为你毕竟划分了班级嘛，对吧？把这个用成绩把这个学生呢划分成了各个班级、各个等级的，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区别对待嘛。那学生他有自尊心嘛，他知道我可能我的成绩呢不如这个什么实验班啊、火箭班的，他其实有一种这种自卑心理嘛。那相对来说，相对于这个书里边说的这种方式，就是一视同仁在一起教育嘛，那其实更能形成一个集体的凝聚力。那对于那种好的学生来说呢，他可以更多的帮助到一些学习成绩差一些的。那作为学习成绩差一些的呢，他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不管是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那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成长。另一个呢，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什么所谓的文科理科的这个划分，那国情不同嘛，就是可能其他都不同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嘛，可能是这个方式的不同。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生活技能方面的培养，他不太会去要求你固定要去做什么一个男孩子你可以去学习打毛线可以去织衣怎么的都可以。那女孩子你也可以去玩木工活，他就是教你一些生活当中真真切切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培养你的兴趣爱好，真正的去享受你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什么考试分数去拼这个东西。说到这儿呢，就想到了我当时那会儿嘛，读书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上了高2还是多久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音乐课美术课这些都没有了。而且呢，一周的话，这个体育课的话，基本上是要么就是体育老师生病了，对吧？这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那个体育老师是最容易生病的一个科任老师体育课也很少，基本上就是主打的那几门课门嘛，就是填充了整个星期的课程。而且还有一个到现在我都想吐槽的，就是这个睡眠时间不足嘛。基本上有了晚自习以后就是基本上就9点钟才放学嘛。那各科任老师呢都会刷这个存在感什么呢？就是他也不是作业嘛，那基本上少的呢就是1套卷子，那多的是2到3套。那几个科任老师下来的话，一晚上的作业可能达到5到6套卷子嘛。那这个你9点钟放学嘛，10点钟到家洗漱完了，可能10点半了。那如果饿了的还要加个餐，对吧？你其实留给你做作业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了，而且第二天早上基本上你7点半你就要开始早读嘛，那其实留给你这个通勤的时间扣除的话，你基本上6点钟又要起床，也就是说你是在牺牲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来做作业嘛。然后书中呢说了另一个，就是这个芬兰人他们是注重这个终身学习的培养的，所以呢他们那个图书馆是很多的说的是平均下来每一个芬兰人呢是每年呢要去图书馆10次。那说图书馆这个事儿我也非常有感受，就是在我读大学那会儿吧，
后来还好，最开始呢基本上就没怎么去过图书馆，那后来呢可能就是基本上每周一次嘛。那相对于现在我们这个阅读量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放弃这个阅读这个习惯了。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这本书啊，是我听说听的嘛，那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有遗漏的地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里边说的是让学生呢，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综合能力和这个学习能力因为在他们的这个观念里边啊，没有所谓的什么标准答案呐和准则嘛，就是不人为的去制定这些东西。那正因为是有这个理念嘛，所以呢，他们的很多东西呢是没有什么唯一解唯一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我觉得呢，真正的创新嘛，可能就在这些非唯一的这个答案当中。